我们这个冬季开着这辆不太行的路虎去穿越俄罗斯极寒地区之行，已经现在到了河北了。是黄河啊，这么宽的河结冰了。南方人，你是不是没见过？我见过，第二辆见过。这油老虎开起来感觉怎么样？在油老虎在高速巡航，你猜都猜不到多少个油，12.6啊，这可是 V8 4.2T 啊，在1500转以下，在高速上巡航就能达得到这个油耗。那你在现在给我们省点油啊？是吧？去俄罗斯就敞开了用。河北这几天最低温呢，我看了一下，最低温零下14度的样子，白雪皑皑的了。在越往北走，就真的是越来越冷了。所以我们已经把自己的一些部分的御寒装备都已经穿上身了。网上有很多人在争论一个问题啊，到底是南方的湿冷比较冷，还是北方的干冷比较冷？但凡你在北方啊，零下10多度的天啊，你在这个北风呼呼的地方站一会儿，室外站一会儿，你就能知道答案。那是不是北方人比较抗冻呢？感觉去了北方，好像北方人穿的也不是那么多啊。我觉得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哪里的人特别抗冻的这个问题啊。那只不过是长期生活在寒冷地方的人，他比较有抗寒经验和生存技能而已。越到冬天啊，能在室外活动的时间越少越好。刚刚看到那个清洁工在打扫地面卫生，在清理这个别人扔在地上的橘子皮，他根本就不能拿扫把去扫，是拿那种小夹子一片一片的去夹，非常的辛苦。那为什么看着北方人很多穿的衣服都比较少呢？大多数人工作生活允许的情况下都不会在室外待太长时间，很多人基本上都是要么是交通工具在室外，然后在室内就基本上有暖气了。但是咱们如果是在南方人到北方来旅游，就要像我这样啊，穿的比较夸张。是我的雪地鞋已经穿上了，那北方的当地人他们是不需要穿这种鞋的。把那个买的那个零下-45度的这个玻璃水装上，装了这个东西之后，这个开个机盖特别麻烦啊。哎呀，这不是说你不能去动手啊，这个确确实实，它因为太动手了。对，这个只要是走一些越野路段、丛林路段，这个就好使，但是就是特别麻烦。这边也拧得太紧了，这儿这个杆儿给扒着，哎呀，再掰，继续，哎呀，使劲掰，哎，多麻烦啊！零下-40度，对，这不科学啊！2升估计加了1升多啊，加不进去了，估计冻住了，没辙了。看一下这个电池，我们怎么做保温的？这里我做了一个保温，这个是一个救生毯，然后外面加了一个保温棉，隔热保温棉。现在就把它给糊上。电池保温，咱们在汽车的这个保温措施啊，也是一步一步的啊。这个咱们到了哈尔滨之后呢，还会买一些像那种发动机的这个棉被儿啊，把它罩住。到时候咱们的东北是一步一步的完善。我们的拍摄设备将面临非常严重的低温考验，能感受到我们的拍摄设备急剧的掉电啊。我准备了一个还算比较好用的一个那种叫手握式的暖宝宝，拍摄的时候呢戴着手套，然后握着这个暖宝宝，然后呢就紧贴我们的拍摄设备啊，就能给它起一定的冬季开着这辆不太行的路虎去穿越俄罗斯极寒地区之行。现在我们到沈阳了，昨晚上呢住在秦皇岛，然后今天早上我就发现啊，在我住的这个酒店的外面一条国道旁边有着这么一个牌子，秦直道遗址。现在外面所在的这一条道路呢，秦朝时的秦直道演变而来的，这种感觉很大的冲击感。现在这附近呢，我也看了一下，也基本上是不存在这个秦直道的一个遗址的原貌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啊，然后车同轨，书同文。从他那个时候开始呢，才有了全国性的，然后统一标准的这个道路。我们现在的自驾游这么方便啊，现在走的国道啊，都是从秦朝的时候发展而来的。在秦朝以前的人，你想要去畅游天下啊，各个国家之间的车轮的间距不一样，有的路你都不能通过。咱们今天呢，准备从秦皇岛出发了呀。
这车也打着了呀。哎，进来看看，发动机灯怎么亮了？怎么了？发动机灯是亮的。我昨天没亮啊。这咋回事？今天说我来开，它就亮发动机灯了。不知道啊，这个发动机灯亮了。对啊。那我听听这个发动机有没有挺平顺的？一直亮着的。就是皮带有点，因为有点估计有点凉，响声这也正常啊。一直是亮的啊。这是出行以来到东北之前都没有出现过的吧？对，昨晚上应该是零下10多度，也不算是特别冷吧。刚才你是一把打着的吗？对呀。啊，那也不存在着发动机被冻住啊这种情况，是不是？有可能是不是我们昨天在高速上面加了那个乙醇汽油，可能影响燃烧啊？我之前也听别人说过这个，就我问一下吧。昨天放在车上没有拿到酒店去的，早上一起来，这瓶茶就成了冻茶。保温杯啊，昨晚上盖子没盖严实，一点水也都结冰了。街道上已经全部都覆盖着一层冰雪。蛋黄一直围着我打转，我要去俄罗斯了，很冷很冷的地方。前天晚上我们住酒店去了，把车上的设备拿了一些到酒店去，但是呢漏了一个相机啊，零下10多度的车里面啊，待了一晚上就已经开不了机了，待会儿去把它寄过去修一下，估计是就是冷热交替，然后机身内部受潮导致的。相机拿去寄了啊，幸好我们有几个拍摄设备，不然这人还没到东北呢，这个拍摄器材就损毁了，太好笑了。我从秦皇岛到这个沈阳总共有400多公里，这个发动机灯啊一直亮到了现在啊，开起来的话发动机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中途呢也给我们的这个修车啊各方面的朋友也联系过，说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啊，那当然可能说是我们之前加的这些油品啊可能有问题，导致了氧传感，那感应到啊出现了这个发动机故障灯。那目前来说的话，发动机的运行工况那些都还是运作是良好的，那咱们也就不管它了。现在我们到沈阳了，这待会儿准备出去吃饭。今天是冬至，第一次来东北啊，恰好遇到了冬至，那高低得吃顿饺子。这东北的暖气确实开得挺足啊，我们现在在室内啊，这个厚外套都穿不上啊，必须得拿着出去。如果这一身穿着出去的话，在室内就已经汗流浃背了。昨天晚上在下面走的时候是零下20多度，现在白天沈阳街头是零下10多度，甚至觉得很温暖啊，还觉得还行啊，还能承受。是这儿吧？你找的这个饺子馆是这儿吧？是的，地图上查是这样的，还是22余味呢。自助饺子啊，南方小土豆来吃饺子自助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吃这个饺子自助啊，这里是22块钱一位，但是每桌有7块钱的一个餐位费，咱们2个人就51啊，吃饺子吃到饱，还挺新奇的。一盘8个，咱们2个人先拿3盘，这也不是说全是饺子，还有一些凉菜的自助，荤素搭配。吃饱也吃不了多少个饺子，但是这个感受就不一样，特别的有满足感，格局一下子打开了，满足。看上去白白胖胖，特别的饱满，就感觉特别好吃。这是酸菜猪肉馅的，这我觉得馅儿其实饺子吃在哪儿吃还是差不多，最主要是外面那个饺子皮，饺子皮软硬非常适中，吃在嘴里的就像那种婴儿肌肤的那种口感，就是特别的顺滑。速冻饺子吧，它那个皮感觉就特别的硬，特别的干。你看这南方小土豆来了北方，路边上的雪都玩得很开心啊。现在差不多3点40啊，就要看后面太阳都快落山了，然后前面居然都还能看到月亮。在沈阳啊，你要白天出来玩一定要趁早啊，下午4点钟之前，多5点多天就黑完了。到了晚上8点基本就没有人了，没有什么夜生活了啊。